就是跟你的 bro 们一起逐梦、追梦的那个过程。欢迎收看《元杰家》，我是元。今天访问到的是落日飞车的主唱兼吉他手，然后也是我大学学长果果。大家好。我记得第一次看落日飞车的时候是在台艺大的摇滚乐府热音社社团。我们在表演吗？对，你们在表演。是那时候在停车场，对不对？办在停车场。没有，是在里面。是在里面。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里面，然后那时候就是落日飞车，然后是表演 The Strokes 那一类的。哦，我有点印象，然后停车场也有。我记得第一次就是有演的 show 什么的，应该是我们有一点像是去胡闹，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真的把歌写好或什么，可能有写了一些啦，我猜。但正式去表演应该是就停车场那一次。那次好像有拍戏少年，然后拍戏少年没演到。对，因为后来警察来嘛，被邻居抗议。对，后来警察。因为那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跟我的贝斯手是骑一台摩托车，然后尊龙他也骑一台摩托车，然后就是我们进到台艺的那个巷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直接左转，然后尊龙就被抓了，被警察开那个没有两段式左转，对，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那时候我们大几啊？大4吧，应该大4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大1、大2，对，那我应该就大4，应该或者大5，8、9年前。对。没错，今天我们来到是落日飞车的工作室，那这边大概来多久？我们现在这边大概来半年，对，就是都是你们自己弄，没错。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室的好啊环境。对，其实这边大部分都是飞车，如果说有做一些 demo 啊，然后大家讨论一些编曲，然后之前我们演唱会有做一些对，就编曲相关的就都在这边可以工作这样。那就是这边除了有音箱类的话，也有很多合成器的键盘，就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就是弹键盘乐器。然后这个是一个老的雅马哈的 SK20，它就是有 organ， 然后有合成器，然后也有 strings， 也有弦乐这样。然后 SY77是一个90年代的一个工作站键盘，它有一点就也融合了就是 DX7 的这种 FM 的调频的合成器，然后但里面也有很多 PCM 取样的声音。这台是 Dave Smith Sequential Circuit 的 Prophet 6。然后它就是 Prophet 很有名的一个合成器 Prophet 5的第2代，然后这也是一个类比的6个发声数的合成器。这边呢就是我的简单的一些电脑设备，这是 iMac， 然后我自己的监听是用2组啦，一组是 V6 KRK 的 V6， 然后还有 Newman 这样。那V6 我觉得最好用，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弹吉他出身，所以 V6 就是弹吉他就是爽哦。就在这边还有一个，我这边有很多鼓，就有一些鼓机。后面这个也是 Sequential Circuit， 就是以前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 Prince，他的第1张就都是用很多用这个鼓机录的。然后这是 Tascam 的录音机，就是有时候我录一些 demo， 想要那种 low-fi 的声音的话，盘带用盘带。对，但这就不是盘带，这只是录音带而已。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些都是老的鼓机啦，这个是雅马哈的 RX7， 台湾早期很多890的华语进去很喜欢用这一台鼓机。然后这一个是70年代的日本做的鼓机，就是 Ace Tone。Ace Tone 这个牌子是在还没有 Roland 以前。对 ，Roland 的前身就是 Ace Tone。对，所以这是更老式的鼓机。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Korg 老的鼓机。这2个鼓机都是没有办法 MIDI 的，所以就是只能选一些 loop， 然后就是用那个 loop 去做一些变化。但早期的 demo， 飞车早期的 demo 都用蛮多这种老鼓机。然后有一个30周年的魔动王。对，这也是我的精选小物。对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其实我也不能说我会弹键盘啊，只是就是很喜欢听这些声音，然后就是有10根手指头，然后你自己在录音室的时候，你又没有时间要 play live 的压力，你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按这样。对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是个人对就是电竞的滑鼠跟键盘。就是有一小小的执着，我觉得打字要咔啦咔啦咔啦很大声才爽。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果果的现场使用的器材。那我们就是先从吉他开始。好啊，好。这把呢是 Vox， 是我在巡回的时候去爱尔兰的都柏林的时候买的。那会买这把琴也是一个意外之旅，就是那个故事是我们那天去爱尔兰表演，然后那一天是算当天一大早5点多从曼彻斯特飞过去，我们大概早上9点多就到了，然后想说那不然逛一逛。然后就发现，就是在我们住的那一区，走路大概10分钟就有一间，就那间很传奇的乐器行，就都是卖2手吉他，然后老的那种，对啊。然后在那间店里面就逛一逛，然后因为我一直都很想买一个 Vox， 然后这一把它其实叫做 NOS。
NOS 的意思就是 New Old Stock 嘛。对，那我没记错的话，我这个应该是 Mark 3。Mark 3它就是很简单的 setup， 就是3个单线圈，对，然后它也是跟 Strat 一样，就你有一个 switch， 就是你可以去切，就是3个 switch， 这样。switch 是长这样，就是英国人有时候会对这些设计有一些很像比较方便。这个琴就是听起来会很 twin， 对，它就是那种。就是很60的冲浪的这种英式的声音，对。然后这把琴就是对啊，我就觉得很酷，长得实在是很靠北，对。然后这颜色也很骚包，算是也是买一个青春回忆。其他其实全部都是原厂的，就是除了那个 bridge 之外，除了这个 bridge 之外，其实其他都是算是老东西，但是后来才组装的。这种琴比较不会拿来 solo， 因为我觉得 solo 的声音比较单薄啦，所以我都是拿来去做一些刷口，对，但是就会是比较少的弦的刷口，比较不会说6条弦全刷，不是整片，对，不会是整片，就可能。对啊，就是会做这种和声转换啊，或者是几个双音的，就是这种6度双音的这种单线圈，就会觉得听起来很老痛。对，所以这把琴飞车可能会用到，大概是这样，但实际上还没用。对，好，接下来换这把。好。这个也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乐器，就是叫 Gibson 的 ES335。然后这把琴它其实完整的型号是335TD。那335TD 的意思就是它的音类是 block，就是这种方形的 block。通常你会看到335或者是 dot 嘛，有些人就知道就是它就是圆点。那它这个是 TD， 所以 TD 没记错的话是63年的时候开始生产的。所以 TD 它的意思有一点像是335的 Deluxe。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东西会用的特别。好，就是 block 看起来不一样。那特别一点的是，我喜欢这个 tri pass。原本他们都是做一个那个 tail piece， 就是一条在这里嘛。对。然后这个会比较像是民谣吉他的这种 tri pass。对。那这个其实会影响335的声音很多，因为它其实它的泛音就会长得不太一样，就你会听到这种弦的泛音比较明显，所以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民谣的，就是这种节奏的这种声音泛音会比较多，它就会相对来说它就没有那么扎实，没有像335那种浑厚的中低频，我觉得这个比较还好，它就鼻音比较重。对，然后这个琴稍微特别的一点是 pick up 都换成 roller 了。roller。因为原厂的，我觉得那个时候79年的 pick up 听的声音，我觉得雾雾的，对，就是6条弦的声音比较不够平均。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换成 roller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比较晶莹剔透。对啊，然后就我觉得弹节奏很棒。
就是它的这个痛听起来就没那么双线圈，听起来有点单线圈的感觉。这把算是你的主力琴，还是？对，其实算是我的主力琴，就是我大部分去表演的时候，尤其是最近。我都是用这个声音，后来巡回比较少，带着它最大的问题是我的那个 case， 就是我买 i-Series 的那个 case 真的太大了，就是那自己扛着那个，真的会觉得就是感觉自己的命运很悲惨，对，所以我后来还是我现在后来都换 Fender。这把琴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就录音啊、表演、练团，我有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熟悉它。这把琴是我应该是17年的时候在日本买的。对，这把有录过什么？哦，这把应该是 Casanova 上一张专辑跟新 EP 大部分很多它都有录。对。好，接下来这把。好，这把也是 Custom Shop， 然后它是58年的 Thin Line。Thin Line 它的好处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 chamber 嘛，就这边有一个 F 孔，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融合了，就是有点像335，对不对？因为它有实心的部分，然后也有空心的部分。Fender 就是因为它很好携带，然后很好保养，所以我们前2个月刚从加拿大去巡回了加拿大、美国，还有南美，就是墨西哥，所以我那时候就都带这把琴。对，那就保养啊，跟整个状况是最稳定的。那它的声音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它还是有 Telly 的那种 twin 的声音，然后每一段都很好用。接下来介绍果果的效果器。好，其实我的效果器呢，就是其实很简单，我先进娃娃就进到 HX Stomp， 然后 HX Stomp 就是 send return 到老的 flanger。对，然后再回来。那我通常会现在我在这个 Stomp 里面，我就有 compressor 破音，我的 delay 跟我的音箱模拟跟 cap 的模拟都在这一颗做完。对，就我所知，现在这一颗现在应该算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台湾的这个乐手里面，大概市占率已经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台应该很不陌生。对，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喜欢比较复古跟经典的声音，但是因为现在表演的关系，有的时候其实音箱啊、麦克风啊，甚至是前级要整组带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务实啦。所以这一颗还是算是经济实惠。就我也不能说它的声音真的是好到爆炸，对，但是就是以表演来说，我觉得已经很可以用，很可以用了。然后东西也可以先设定好，是很简单。然后我的这2个 output 就会直接进到 DI， 然后我都是用 Neve 的 DI，Neve Design 白色的铁壳的那个 DI， 然后就一路送到外场。对，但到外场我们的音控会再帮我从 UAD 里面再过一些 compressor， 或者是就是会再有一些 limiter 跟 EQ 的处理啦。从 PA 端那边过，对，所以我的设定其实就这样，其实蛮简单的。其实像现在飞车其实是算是全世界都很有名的乐团，那你们是怎么去经营这些东西，或者是就是因为毕竟也10年嘛，那10年这个过程一定也是经历了不少甘苦谈。OK， 对，可以分享一些。我怕讲甘苦谈这一集会来讲3小时，所以我简单的就是打包一下。对，飞车不能说在全球上很有名，我还是觉得就大概是有在使用网络或者用网络听音乐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世代的人，我们可能就大家会比较有机会听过我们。我给自己的定位在飞车，在整个全球用音乐网络蓬勃，像 Spotify 这种平台网络蓬勃、串流平台蓬勃之后听的音乐，我们有一点算是网红乐队。我会觉得以网红乐队而言，我们的年纪又算太大。对，因为我觉得网红乐队现在应该要23、24。对，因为现在网红乐队你数得出来的几个关键全球的，我讲就像例如说 Mac DeMarco， 对不对？还有什么 Boy Pablo 啊 ，Marias， 或者是泰国有 Pum 嘛，对，然后韩国有 Hyukoh 嘛，然后日本可能 Never Young Beach， 可能有 Yogi New Wave，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现在正在全球化 hit 的乐团。对，但你看这些人的年纪，其实他们都大概最大的可能25岁。
我会觉得我们的这个音乐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网络平台串流窜红的这个状况里面，我们比较算是一个网红乐团。对。可是我的年纪又稍微比较大，所以我会就比较务实的去看待这个状况。那你要说有没有说真的有一个经营，就绝对是有一个经营，但是经营不是最前导的那件事情，就是因为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像我后来成立公司，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可以自己去组织帮自己跑巡回，其实都是因为音乐发生的。对。那当然，我们现在会容易面对到的问题，一定是接下来的挑战是 ，OK， 飞车。虽然说我们现在在所谓的网红乐队的浪头上，那你想要继续当一个网红乐队吗？就当个网红乐队，就是大家你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人格的设定了，就大家看到飞车，大家会期待飞车有一个人格的设定。但这个人格设定其实是一个网络共鸣他们投射的结果，其实那可能不是你，但是你自己会知道，就是别人对你有这一份期待。但如果你自己在音乐的创作里面把自己框架在符合他们的期待底下的话，就会真的彻底的网红化。那你的人格就你会越来越不像个人，你会越来越像一个 Marvel 里面的角色，或者是漫画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你会讲什么话，你会做什么事情，大家已经给你一个期待了。对，那你就是在这个期待里面做到一个最好。但我会觉得，以做一个音乐人或是做一个 artist 艺术家而言，就是这样子已经死了。就是如果你为了活出别人的期待，就已经死了。但是要怎么样活出不是别人的期待？你要活出不是别人的期待，也是奠基于在别人期待底下，因为你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你才要反那个期待。但其实那个期待也是有影响到你，这个就会进入到一个矛盾的自我辩证的一个过程。对，要怎么样超越？对，要怎么样超越自己，然后还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然后每一天还是过得很危险、很刺激。对，那接下来要怎么去面对，这就是我们之后的挑战。对。那你有没有想要对，就是有想要来玩乐团的朋友们，无论是刚起步，或者是准备想要踏入的这些，讲些什么话 ？OK， 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经验嘛。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玩乐团，或是玩音乐，现在很流行，也不是流行，现在的科技已经方便到，你光是去一个 Logic， 你里面就有超棒的鼓手。对 ，Logic 就有一个很棒的鼓手，跟很棒的贝斯手，很棒的键盘手。你刷一个超烂的 C chord， 它也可以帮你打出一个超屌的鼓。对，就是现在科技已经慢慢的帮助，就是你如果想要玩音乐，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团员，对不对？但是玩团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帮助你去更认识人，更认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像我觉得表演或者是玩团，就真的是你要去一个练团室，对不对？然后你会在练团室里面碰到别的团，你一定会要社交，要北蓝，对，就逼迫你要去跟人之间有互动，那都会影响歌的创作跟质地。那在现在的科技很帮助你，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这些科技可以很迅速的帮助你把这些想法整合变成一首歌。但是我觉得社群性还是很重要啦，就是大家要一起去一个地方 hang out， 就即使不知道在干嘛，觉得在浪费时间，但我觉得年轻人最可以浪费的真的就是时间。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北兰，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想法，然后一起想把这事情好笑或者是不好笑的做好，都是一件很美。很棒的事，对，我觉得玩团真的是一个会让自己觉得有在活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很鼓励大家有心的话，就是不要后悔，然后心胸打开的去尝试，这样，对，正能量啊，正能量，好，今天非常谢谢国国，很棒，谢谢国国，对，所以。